阿莫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娘，哥哥，父王，还有牛皮糖，没想到我会死在这种地方。难道你我就真的这么后会无期了吗？难道你真的就这么死了吗？早知如此，即便你不记得我了，我也不要对你隐瞒自己的身份。我会早早地掏出我这颗心，告诉你，阿莫，你是我思念了10年的人呢。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土，一年梦，一花一树一滩土，情始终，爱偏开在迷途。往前路。你是何人？我没有恶意，不信你看，我在用灵力帮你疗伤呢。早知如此，不如不见。世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上次听说你回来，我都没来得及见你一面。哎，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和父王商讨参加蟠桃宴的比赛吧？此事事关玄牧和若江两族的声势。毕竟宣阳有玉晨，凌云有圣伦，我们玄牧这一辈却没有人能与这2个人匹敌。到时候可能还得靠赤云了。哎，莫非是因为那名女子？什么女子？没有。哎，什么女子？你知道这次赤云在玄牧住多久吗？我不知道。父王，父王，听说凌云圣伦要与宣阳若联姻了。
一旦凌云与宣阳联姻，凌云一族势必是会站在宣阳这一边。所以我在想，父王是否考虑尽快促成赤云与长熙妹妹的婚事？这样有了若江相助，即便宣阳拉拢凌云，我们也是无惧的。要是能促成，这10年间早就促成了。赤云不愿意做的事，谁能勉强得了？10年前，我和他结盟，教若江人耕种医术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能念在我和他的情谊上。即便不能相帮玄木，但也不会与我为敌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尽快地扶持他，让他成长起来，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这样，等于是增强了我们的实力。这也是我坚持让他去玉山参加蟠桃宴的原因。况且玉夫人发出话来：此番大荒英雄榜拔得头筹者，可以向无所不知的玉山神鸟提一个问题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各族都是冲着河图洛书的下落去的。父王所说的是呢，记载着大荒所有山川河流之地势的河图洛书。据说，得此书者得天下。是啊。可是父王，赤云毕竟不是我玄木之人，你怎么能够保证他若赢了，就能将答案告诉我们？但我肯定，他不会告诉别人。父王的意思，女儿明白了。只是我担心，赤云现在受伤过重，很多灵力无法使出。上中不必多礼，紫金鼎有那么多上好的客房，你偏偏要住在这里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你我的10年之约已至，如你所愿。若江愈加强大，玄木也越来越强大。还不打算加入玄木吗？玄木再好，也终究不是我的家。行啊，既然如此，你我10年之约就此结束，你自由了。我一直都很自由。你呀，我能看出来，你一定有心事。不妨说出来让我听听，也许我能帮你出点主意。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我懂你这种遗憾，这种无能为力。当初我学医遍尝草药，就是尝到了这种滋味。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，却无能为力。身体受苦倒也罢了，最怕相思。即便是这世上最好的灵药，也无法医治这相思之苦。我最遗憾的是，我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，告诉他我是谁。我倒是听说玉山夫人处神气众多，
其中有一把盘古弓，凡是能拉开弓者，就能得见他心爱的人，不管对方身在何处，是生是死。玉山。去准备瑶池水吧。玉夫人怎么忽然要用瑶池水了？有客人到了。凌云圣伦拜见玉夫人，在下在凌云属地发现身受重伤的宣阳王姬，求玉夫人救他一命。这宣阳王姬的灵力受损，太过虚弱，唯有利用我玉山的灵气和瑶池水，才能恢复灵力。我已经吩咐准备了瑶池水，我这就为王姬疗伤。请问玉夫人如何得知？圣伦王子的气息急切，王姬的灵力虚弱。早在两位入玉山的时候，我就感知到了。大哥，师傅要将这些暴民全部诛杀。他们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族民活下去，罪不在他们，放他们回去吧。他们刚杀害了宣阳王姬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死的。放心，吾乃凌云圣伦。关于上流权贵截断水源一事，我圣伦定会秉公处理。请乡亲们放心，3日之内，水流必到村庄。我圣伦说到做到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阿莫，我是凌云圣伦。你不用担心，这瑶池水汇聚天地之精华，就连我玉山的蟠桃树，也是得瑶池水滋养，方能结果。宣阳王姬是修习木灵之人，对这瑶池水是最受用的。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苏醒的。多谢玉夫人。廖若，他果然是你的孩子，这眉眼和你一模一样。苦守玉山这么多年，苦等的人不来，不等的人却来了。在下不明白玉夫人的意思。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了一段往事而已。玉夫人，玄木族人和若江族人前来拜见，已经来到山口。玄木族人？奴婢带他们来大殿。不，我亲自去迎。玄木云桑、昆卜拜见玉夫人。若江赤云见过玉夫人。玄木王还是不肯来吗？回玉夫人，父王很是记挂夫人，只是近日研习新药，不得出门，需闭关数月，特意派云桑前来，还望夫人见谅。也罢。玉夫人，素闻玉山是宝器聚集之地，天下至宝的神兵利器都是玉夫人的收藏，其中以盘古大帝的盘古弓最为珍贵，此事可否是真？盘古弓的确是我玉山收藏中排名第1的至宝。
不过一把无剑可配的弓，也算不上什么兵器。没有剑，那弓有何用？盘古弓，并不是用来杀戮，而是用来寻找。太祖师傅的残存玉简上说，盘古大帝劈开天地之后，因为忙碌于治理这个天地，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子。盘古大帝为了再次能见到她，于是穷极心思，打造了这把弓。据说把弓拉满，心里念着谁，不管距离多么遥远，不管对方是生是死，终可以再次相聚。我想要盘古弓。这弓是玉山收藏的神器之首，即便你是若江的族长，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拿走的。我一定要。赤源不得无礼。夫人，赤源无意冒犯，还望夫人见谅。玉夫人，云桑还有一事相求，望夫人成全。好，你陪我去玉山瑶池边走走吧。清河，照顾好2位贵宾。是。玉夫人，我的弓。你答应过我不乱说话的。玉山禁地，闲人不得靠近。如此精妙绝伦的阵法，藏的定是奇珍异宝。可惜我的灵力还没全部恢复，不然就可窥视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。此次玉夫人设蟠桃宴，让大荒各族英雄角逐英雄榜。你可知宣阳与玄木有谁参战？据末将听闻，玄木此次派出了云桑与昆卜，这有些令人琢磨不透。如若派出童征或星芒这些成名已久的高手，这才算正常。可昆卜身为一名晚辈，云桑又身为王姬，不会亲自比赛。难道玄木此次要放弃大荒英雄榜的争夺吗？玄木王不愧是玄木王，赤云定是个绝顶高手。虽然代表若江，却亦属玄木。就算昆卜有失，赤云也能作为后手，增加玄木获胜的机会。宣阳王那边如何？宣阳王的安排，则更加令人难懂。除了宣阳玉晨、宣阳之若，还有一位叫做海雄的。之前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名字。宣阳王做事一向深思熟虑，能入他法眼的必是高手。此次各族的目的早已心照不宣，就是获得榜首，向玉山神鸟询问河图洛书的下落。刚刚得到消息，帝音与韩燕已向我王请命前来玉山，争夺此次的大荒英雄榜了。帝音和韩燕远在各自的封地，怎会突然赶来？当然是为了和你争夺族长之位。自你从流放之地回到凌云，帝音那边早就蠢蠢欲动了，各族皆为河图洛书的下落而来。帝音亦是如此。倘若让他得到消息，他可就为凌云立下大功了。不管帝音如何对我，可我毕竟是他的兄长。他若想立功，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便是。可他不仅仅是想立功，
他更想打败你这个成名已久的大荒英雄，树立自己的威风。王子，宣阳王姬已经醒过来了，玉夫人已经安顿他在凹凸馆住下了。已经醒了，快带我去。王子先别忙，宣阳的大殿下玉宸到了，说是请王子到瑶池的桃花树下一聚。他来了。景时，帮我先将这个匣子送去凹凸馆，交给宣阳王姬，让他安心养伤。是。金池，原来这里不仅水碧如玉，还是玉碧如水。整汪清池看似水波起伏，浑然一体，其实里面可有无数碧玉呢。这些石头好像另有玄机啊。是谁在哪儿？赶紧出来！王姬请恕罪，只是方才看到王姬如孩童般天真烂漫，乐在其中，所以未舍打扰。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放肆偷窥？并非在下放肆，只是当年耗费3载心血设计这座凹凸馆时，就是希望这汪碧池能让见者忘记世间所有烦忧，开怀一笑。今天所有心愿达成，多有失礼，还望王姬恕罪。这凹凸馆是你设计的？这千奇百怪的影像根本不像我们，却又都是我们。此处凹凸结合，如此精妙。王姬过誉了。不过王姬既是发现这奥秘的第一人，可否为这里演奏第一曲？不如我们合奏一曲如何？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。小心！景时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宣阳王姬，是要嫁给圣伦王子的人，你怎么可以无礼呢？我受圣伦王子委派，前来这里送药。东西送到，在下告辞。哎，云桑姐姐，阿莫妹妹，你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呀？哪里是我赶跑的，分明就是他自己走的。
啊，刚才那个人千里迢迢给你送礼来了。他是来给我送礼的。嗯，都是药啊。我又没有生病，当然是送给你的啦。不过这个人也太奇怪了，也不见到主人，扔下东西就走了，未免也太失礼了吧。也不知道凌云圣伦身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。姐姐说什么？凌云圣伦？对啊，妹妹，恭喜你啊！恭喜，恭喜我什么？怎么，阿莫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跟圣伦联姻了吗？妹妹好福气啊，连凌云圣伦这样的人都惦记着妹妹呢。姐姐说什么呢？圣伦只是跟我大哥年少交好，给我送药，也只是看在大哥的情分上罢了。是吗？大荒的女儿都想嫁给凌云圣伦，难道妹妹不想吗？我为什么要跟所有人一样啊？自己的夫婿当然要自己喜欢才行啊，别人喜欢有什么用啊？有心上人啦。即便今天死在这里，我也要闯上一闯。圣龙哥，你是知若，一别8年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有件事我得跟你说，阿莫一直在外面修炼，现在还不知道父王安排的联姻仪式，我会尽快召回他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于他。这件事还是我亲自告诉他吧。你知道他在哪儿？那日我路过一方村庄，发现村民们给他灌药，泄了他的灵力，村民们想杀死他，一击天地。什么？幸好我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了下来。这个阿莫也真是的，总是随性而为。幸亏你救了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回去我得好好说说他。好在阿莫现在已经没事了，玉夫人让他住在凹凸馆养伤。他现在身子虚弱，你就别责备他了。以后就要靠你照顾他了。哎，马上就要比武了，凌云族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和帝音都会出战。是吗？真希望你们两个不要遇上才好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管你我谁得第一，我都会分享神鸟的答案，如何？这世间只有你知道我想做什么。嗯。
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？心有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。